大浪淘沙、临近开服，剩下2套最顶级的95，时间95和命运唤醒龙。先讲时间95，它立足于时间学派的羁绊强度，两时间基础回复效果越到后期越强，因为受益的人口更多，同时卡的质量也就是最大生命值更高。4时间学派在倒计时结束后会时停 2.5 秒，期间时间学派的义子可以继续战斗。这个时停到底强在哪儿呢？一，它能和复苏者被动回血回蓝联动，时停只是棋子不能动，但是羁绊的回复效果还在。4复苏者每3秒回复 7% 的血，或者满血单位回复 8% 的蓝， 2.5 秒帮助回复了 6% 的血或 7% 的蓝。2，体系卡很吃时停的收益，在 2.5 秒内卡米尔至少可以解掉1个单点并重置钩锁，卡尔玛则可以给对方更多的单位挂上被动。这是同一局游戏对阵同一对手的素材，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开不开4时间强度的差异。这种构筑4张时间学派的卡加3张复苏者，7个人口就开出了4时间4复苏，9人口就剩2个 flex 位了。这套体系里有后排辅助型法 C 卡尔玛，有前排洛或莫甘娜，有一个在比较靠后的节点才能补出的单点物理 C 位卡米尔。看起来阵容是更缺来得更早的伤害来源，所以这2个人口可以是卡莉斯塔加蛇女或米利欧2选1，也可以是战士贝雷亚和尼寇，狂暴战士2人组格温剑姬。当然如果有皎月的话也可以是皎月宝石。核心卡组里卡尔玛带功能装，推荐颠倒鬼书或者启动装加后排法装，卡米尔带战士装，推荐饮血夜刃，两星洛或莫甘娜吃坦装。输出位的 flex 小团体，如果决定用卡莉斯塔那就给他出把羊刀，如果是贝雷亚就带战士装，比如饮血泰坦，如果是狂暴2人组就给到相应的装备。如果用这一组就有点像之前讲过的复苏战士的构筑了。皎月则推荐免卫头盔这类法系战士装，具体用哪一组主要看手里的装备能消化的前提下哪边先2星。命运唤醒龙，小火龙95的构筑逻辑和时间会有些不一样，它不依赖某个大羁绊，更多的是从单卡出发。斯莫德有龙族和强袭枪手2个羁绊，龙族这个分支里有诺姆西，但他是猎手，与 C 位的体系不相关，且3龙族给斯莫德带来的技能升级效果并不刚需，所以组攻势的时候不会带他。另一个龙族是希瓦纳，他的羁绊就很好，2龙族补重伤效果，幻袭师能连接4费优势坦克内瑟斯，而强袭枪手中的维鲁斯刚好和刚才想到的主坦激活2炎魔，所以这一套95的核心卡组基本就出来了，斯莫德、内瑟斯、维鲁斯、希瓦纳，前后排阵容基本都是挂命运这一边的，与刚才讲的时间95及卡尔玛加战士的复苏体系构筑风格迥异，所以核心卡组要带上泽拉斯和另一张命运牌，一般是赫卡里姆，因为他的羁绊好，再补一个皎月或圣开堡垒，这样我们就又找到了一套7个固定核心卡，外加2个人口的 flex 形式的95。核心卡组的羁绊基本闭环，开出2龙族、2强袭、2唤醒、2炎魔、2命运、2堡垒。flex 小团体可以选贝雷亚加尼寇开4环形，也可以是米利欧加阿离开2学者3命运，也可以是卡米尔加贾克斯开3魔战2时间，或者莫甘娜加洛开2复苏。具体上哪一组就看哪一组的5费卡先来。装备分配上，主 C 最好当然是2星火龙，但是如果维鲁斯先2星，就维鲁斯带装备，主坦狗头是幻星师，比较好的坦装是带抗性、血量或减伤的装备。
皎月或圣池偷偷，泽拉斯消化法系后排装。最后是第2套小火龙95的意图流，有需要高星图的可以前往公众号首任猫咪查看。